拿了一把枪啊，相关的人员呢接连惨死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飘。今天的故事呢来自网友传说极度绝望下能压制上帝30秒的美男子，名字呢是真的抽象，但故事呢挺精彩的。网友美男子呢是海南人，那一到夏天呢各种水果挂满枝头。不过小的时候呢没有钱买，总是跟着村里的大孩子出去偷。13岁那一年啊，他跟着村里的一个小孩外加3个青年，一行5人，要穿过一片又一片的香蕉林去偷芒果。那3个青年带的路啊，网友呢是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的，前前后后走了10来公里啊，林子里的蚊子多得吓人，每个人身上都咬满了包。好了，终于到了地方啊，天已经阴得发黑了。其中一个青年呢，怕人多目标大，让网友和另外一个小孩留在原地啊，他们仨呢就摘芒果。3人刚走没多久，另外一个小孩也跟着跑了。网友当时呢也想跑的，又怕不听话得挨揍，就只能站在那儿傻等。可是没过几分钟，突然下起了暴雨，只能先找地方避雨嘛。慌乱中呢，他就看到一栋废弃的筒子楼，也就是抗战时期的炮楼，楼体发黑，藏在几棵大香蕉树的后面，就不仔细看呢，你是发现不了的。那赶紧冲进去躲雨。炮楼呢是2层的，有一个木梯子啊通往2楼，烂的差不多了。当时呢他不敢上楼，就在1楼待着，无聊嘛，从炮楼的那个枪眼往外看，距离炮楼2、3米外的雨里有个东西在来回窜。接着一颗脑袋从树后面探了出来，戴着深绿色的帽子，看不清脸。网友呢吓尿了啊，什么也顾不上了，这抓住这个烂梯子就往2楼爬。破梯子呢居然没散架啊，真让他爬上去了。到了2楼，角落里有一个破竹筐在动。他当时呢是又怕又好奇，就捡了一个木棍挑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只巨大的白鸟，不像老鹰啊，也不像普通的鸟，尾巴带着彩羽。和这只白鸟对视了几秒之后呢，这个鸟就猛地从2楼的枪孔里钻出去飞走了。网友呢也没有心思去管这只鸟，又壮着胆子往下看，这一眼呢差点把他给吓晕过去。雨里刚刚那个位置站着整整一队人，雨水呢是直接穿透他们的身体，看衣服看帽子没跑了，日本鬼子至少20-30个，分成几队。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开口说话，是一口日语，声音空灵的吓人啊，像是能穿透雨声扎到他的耳朵里一样。当场呢，咱们这个网友就泪失禁了，全身鸡皮疙瘩哇炸满了。后来呢，他查过，那句日语的意思是全部歼灭。人都说好奇害死猫啊，尽管害怕，但是呢，他还是想看清对方的脸。可不管网友怎么努力啊，都像隔了一层薄雾一样，就是看不清。那就在他全神贯注还在看的时候，那个军官的身体没动，脑袋突然唰的一下扭到了背后，直直的看向2楼。下一秒，网友直接昏死过去了。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呢，雨已经停了。同行的青年呢正在摇他，但网友呢慌得语无伦次的说自己看到了鬼子，看到了白鸟啊，在这个什么炮楼的2楼等等等等。可所有人都说，你这不是在1楼睡的吗？梯子都烂成那样了，你怎么上到2楼？那更奇怪的是，青年啊 A， 咱们叫他青年 A 啊，他的手里呢就拿着一把生锈的王八盒子手枪，跟咱们网友说了，这枪是从你怀里拿的，你攥得死紧了，2个人都拽不开，哪儿来的？这个网友一脸懵逼啊，但他低头一看呢，衣服上真的是有一块铁锈印，但到底这个枪是哪儿来的，他不知道。而且呢，他明明是上了2楼，怎么会在1楼睡着呢？那这个时候啊，之前丢下他跑掉的那个小孩突然说了一句话啊，所有人都头皮发麻了。他没说谎，我当时也看见了，树后面有个鬼子，脸烂了，眼珠都快掉出来了，我才跑的。咱们网友一听呀，是又怕又生气啊，是当场是一巴掌就扇过去了啊！你看见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自己跑了。小孩呢，嘟囔了2句，也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之后他们就分了芒果，就回村了。枪呢，被青年 A 带回了家，并且嘱咐他们不准把枪的事说出去。网友呢就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是他不知道啊，这把捡来的枪，这一眼撞见的阴兵，差点带走他的命。网友的记忆啊，是从他推开门的那一刻开始有的。他看到家里一屋子人在围着一张床，而床上躺着的是他自己。他看到床上的自己眯着眼睛微微颤抖，床边的母亲抓着床上的他一直在哭。他很奇怪，自己不是在这儿吗？床上那个是谁呢？他尝试着去拍自己的母亲，可是手臂居然直接穿透了母亲的身体。紧接着他的眼前一黑，感觉无比的困倦，他想睡，可是耳边呢
又传来郭爷爷不停念咒的声音，就听得他狂躁无比啊，就甚至想爬起来打人。他就在那种无比困倦的状态下和极度烦躁的状态下啊，反复横跳。那郭爷爷呢就不停的念，时不时的会扇他一巴掌，不让他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猛地一睁眼，喷出了一大堆灰黑色的脏东西，吐得满地都是。那后来他才知道，他回家后就出事儿了，只是那段记忆他没有。他回来之后呢，先是在院子里坐着一动不动，接着他把自己的亲弟弟用绳子吊在树上，差点勒死。老妈骂了他2句，他就跑出去了，跑到村头的水池里，直接把脸埋进水里，想把自己给闷死。那被村里人呢给拉出来之后呢，他居然叽里咕噜的开始讲日语了，并且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脸色惨白如纸啊，凶相毕露，见谁打谁。那郭爷爷呢是他们当地有名的驱邪师，当过兵，懂行。当时把郭爷爷叫过来一看，就说了，这孩子身上至少附了3个东西，都是当年的小鬼子。弄了整整9天啊，这个郭爷爷呢才算把咱们网友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但是那个跑掉的小孩以及最后把枪拿走的青年 A， 在那9天里全都死了。小孩怎么死的呢？死在自家的米缸里啊，他脖子的大动脉被割破了，蜷缩在缸里，手里握着一把带血的生锈的铅笔刀啊，眼睛瞪着，嘴角呢还带着笑。而这个青年 A 呢，他的死就更加离奇了。村里啊不下于5个人看到，当时是这个青年 A 骑车去钓鱼，回来的路上到村口的时候，那村口呢有砍大山的大爷大妈嘛，就看到他后座上啊坐着一个人，衣服破破烂烂的浅绿色，手呢就遮在那个青年 A 的眼睛上。大爷大妈喊他停车啊，他跟听不见似的，就笔直的往里冲。车子是直接撞到村口的石柱上，人飞出去10几米啊，面目全非。后来呢，那把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网友那个时候小啊，也不敢告诉大人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，兄弟们啊，怎么说呢？奇怪的地方咱们还是少去为妙。好了，我是老飘，下个故事见。经常加班的朋友，请谨慎收听本期节目啊，来自网友穷鱼的分享。那姐妹儿的第一份工作呢，是在当地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编辑。入职不久呢，有天赶稿子，忙到很晚，那整层楼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大概到了11点多，他去这个茶水间接水，往回走的时候呢，余光扫到消防通道的门开了一条缝，当时呢也没有多想，顺手呢给关上了。结果刚转过身，那扇门吧嗒一声又自己弹开了。那姐妹探头呢往楼道里看了一眼，昏黄的灯光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股冷风往外灌。用力把门关上之后，回到了工位，坐下不到5分钟，头顶的灯闪了2闪，灭了。接着整层楼的灯全都灭了，只剩下他的电脑屏幕还亮着。摸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，一看还剩2%的电。那不到10秒钟，手机就自动关机了。可就在那短短几秒钟的亮光里，他看见对面过道上站着一个人，穿着一身灰色的羽绒服，头发披散着，是个女人。姐妹朝那人喊了一声：“你谁呀？”没人回答他。可是手电筒灭了之后，他听到声音了，一种很轻的指甲划过墙纸的声音，从走廊那边一点一点的靠近。那姐妹儿就缩在椅子上不敢动啊，屏幕上的光是她唯一的安全感了。可慢慢的，那个声音到了她的身后停住了，紧接着她的后脖颈子猛地一凉，像是有人啊朝着她的脖子吹了口气。那姐妹儿属实遭不住了呀，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来了，抓起包就往这个电梯口跑。那电梯按钮呢按下去是亮的，但数字呢就一直停在1，她就是不上来。实在顶不住黑暗带给她的巨大恐惧了，咱们这位姐妹儿就转头走向了楼梯，推开了消防通道的门就往下跑。楼道里呢是声控灯，那看到光之后呢就稍微缓了点嘛，下了大概3、4层楼吧。这个姐妹儿呢发现不对了，他们公司在12楼，可她接连跑了3、4层之后，楼上的标识仍然是12。那不等她细想啊，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声音从楼上飘了下来，很细很轻，像是在哼歌。抬头看，除了空荡荡的楼梯什么都没有。那姐妹儿呢也不敢往上走了，她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下，紧紧的抓着这个扶手，一步一步的往下走，每一步下去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啊。但那个声音呢越来越近，几乎到她的头顶了。当时这个姐妹儿她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突然那个声音说话了，很温柔的语气：“走慢一点呀。”姐妹儿当时衣服都湿透了啊，她不知道该不该回答。那个声音呢又说了一句比刚才还要温柔：“慢点，当心脚底下。”就这一句，
咱们这位姐妹呢，突然不害怕了，因为那个语气让她想起小时候妈妈半夜起来给她掖被子，也是这样温柔的叮嘱啊。那心跳平了下来之后呢，姐妹下意识的对着空荡荡的头顶回了一声好。那说来也怪啊，说完这个好字儿，再看楼层标，居然从12楼变成了11楼，再往下10楼、9楼一路通畅。那姐妹呢，就这么一步一步走了下去。每到一个转角，都能感觉到上面1、2层的地方有个人在看着她，轻轻地哼着说不上来的调子。就这样一直陪着姐妹走到了1楼。当晚回去呢，这位姐妹发了高烧，请了3天假，回去上班跟同事讲起这个事儿啊，大家都笑她啊，加班加出幻觉了。只有行政部一个干了7年的老大姐没笑。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啊，把咱们这位姐妹拉到了一边，问她有没有看见那个人长什么样子。姐妹说没有看见脸，只看见灰色羽绒服、长头发，声音很温柔。老大姐的眼圈一下就红了。说几年前呢，公司有个姑娘也是编辑，总加班到很晚。有一次加班到半夜，走消防通道下楼，楼道灯坏了，一脚踏空，从9楼滚到了7楼。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，那天她穿的就是灰色羽绒服。那听完呢，咱们这位姐妹并没有觉得害怕啊，只是觉得胸口闷得慌。老大姐说，那个姑娘是外地人，一个人在城里打拼，家里只有一个奶奶。出事之后，奶奶从老家做了一夜硬座，赶过来收拾遗物，在姑娘的工位抽屉里翻出一件新买的羽绒服，标牌都没有剪，填好了快递单，收件人是奶奶的名字。公司里知道这事儿的老人都说，那姑娘可能还在，她就是想看着那些和她一样晚回家的人别再摔跤了。咱们这位投稿的姐妹呢，后来离职了啊，换了一份不用怎么加班的工作。但有时候经过那栋楼，还是会往9楼的窗户看一看，不知道那个姑娘还在不在那里。但一个人离开之后啊，如果还留在某个地方不走，未必是因为恨或者怨，可能他只是没有来得及说再见而已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儿结束了，我是老飘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